大家好，我是球鬼彭尊，欢迎订阅 Ariel02 YouTube 频道。我是今天球鞋特区的来宾，我是球鬼彭尊的彭尊。那我的频道呢，主要介绍台湾篮球以及刺青呢跟球鞋开箱，可以说是一个大男生的集散地。那今天为大家开箱3双近期我觉得不错的实战篮球鞋款。我自己最喜欢的球员就是 LeBron James， 所以他平常场上场下穿啊，我都会特别注意。像他最近也常穿死亡之吻嘛，我觉得很酷。西方的球员然后穿上东方文化的球鞋。但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穿搭的球星呢是骑士队的 Kevin Love， 因为我觉得他粗犷的外表，他有时候会搭一些牛仔啊跟outdoor的风格，我就觉得蛮特别的，不是这么的都是街头风格，所以我自己最喜欢其实是 Kevin Love。我买球鞋最在意的就是帅，没有别的。我这个年纪打球，只要球鞋好看呢，比什么他穿的舒不舒服更重要。而且呢，其实从我们小时候打到现在科技呢已经是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鞋是真的难穿到不行啊，所以好看呢是我第一的选择。好，那这是 Frequent 3。其实呢，第一眼呢，我真的以为它是 KD13，因为它多了一个这个魔鬼毡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过往都是出现在 KD 上面。这一次的细节呢，跟以往的1代跟2代比起来，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因为过去我觉得有点太单调，很像是 Hyperfuse、Hyper Dunk 这种 Team Shoes 的鞋款。那这次多了一个绑带，我觉得感觉就差蛮多。那前面呢，一样呢是有Giannis 他自己的一个 logo， 是呢好像做成是一个钥匙的形状。那前脚掌呢是 Air Zone 这个科技呢，可以让你呢脚呢有更多的回弹。过往呢在字母哥2代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很多人觉得它抗扭片不是这么的好。那也有出现比较多像溢胶的状况或怎么样。那在3代上面呢，目前看起来呢都获得很大的改善。不过呢，以 Giannis 这样的价位呢，我会给大家2个选择。如果你是喜欢花俏，你是比较骚包的，你可以考虑 Kyrie 7。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比较低调、朴实无华的，那字母哥3代呢，会是你很好的选择。好，第2双，哇，这双真的是非常的骚，尤其刚刚看过 Giannis 的鞋款。那这双呢是 KD 14代。那其实 KD 呢，从第2代、第4代、第7代之后呢，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呢再用到这个我们所谓的魔鬼毡的系统。那我并不是一个 Kevin Durant 的粉丝，但我绝对呢是他球鞋的大粉丝。从7代之后呢开始呢，我就陆续穿到现在。但其实呢，我特别钟爱没有魔鬼毡的时候，因为魔鬼毡的关系，脚板宽的朋友呢在穿的时候比较有点不舒适，所以他呢就把魔鬼毡拿掉。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你14代又把魔鬼毡装回来，而且呢，你比赛的时候呢，你自己魔鬼毡也不会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现在这更像是一个装饰，它没有太大的用途。KD 14代呢，来到他自己生涯也算是一个巅峰了，他认识各式各样领域的朋友，所以呢，这一次呢，14代呢也会跟很多艺术、音乐，可能是饶舌歌手啊，做一些联名合作的动作。那因为呢，它整个的鞋面呢都是可以发挥的空间。就会比过去呢，可能只有在比如说魔鬼毡啊，或是一些 logo 上面做变化，就有更多不一样的发挥空间。那这边呢也很多像是，可能就是你杀敌的次数，这应该就是14代的意思，因为这边是5，然后14。那内侧这一片呢，就是它参考呢就是 Crystal 的设计，就很像是我们讲鱼骨鞋啦，就是这边有3条这样。那网络上呢有此一说呢，听说你把一双鞋呢并在一起呢，你可以看到死神的脸啊！我们在场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好不好？大家可以，好不好？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是看不出来啊。那其实呢，这几年呢，我都会做一个实战球鞋的 review， 在每年。那 KD 的鞋款呢，一直都是我每年的前3名。那最后一双呢，绝对是今年不管是 NBA 球员或是我们所有喜欢篮球球迷公认的最多人穿、最喜欢的一双 Kobe 6。那这双呢 Kobe 6 Playoff 呢，它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回忆，但是呢，我还是给新生代的朋友，好不好？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因为相信呢，跟我同样岁数的已经非常熟了。那后面呢是有一个Kobe Bryant 的签名，那这边呢是一个类似曼巴蛇鳞的感觉。那我自己认为是因为呢，当时候的 Kobe 5呢，其实非常容易破掉。就是你打球会容易破掉，所以它6代呢就换了这种
类似这种的网布，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里面呢，鞋底里面呢就会有当时候呢已经从8号换成24号的背号。那另外一只脚呢，则是 KB 的一个缩写。那其实呢，我对 Kobe 6呢印象最深刻呢，还是呢圣诞节的配色。那时候我们都叫它青竹丝，而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奇妙，因为当时候所有的 Kobe 6鞋款基本上你都可以在架上轻易的买到。那现在每一双呢都已经是供不应求，非常抢手。以上呢就是3款呢近期呢我们推荐的篮球鞋款。那喜欢球鞋呢，记得订阅 Ariel 02。那喜欢篮球呢，记得订阅球给彭尊。那我们下次见 ，Peace out。